我每次喝粥都要抓把泥土撒进碗里，然後用手指攪拌均匀，最後竟狼吞虎咽的一口喝光。只因這是我們這些徭役一天的食物，稀粥裡摻土才能頂餓。可今日的我明明滴水未進，但卻只是坐在地上沒去搶粥。只因我穿越進入的這副身體太差，撐到如今我已經用光了所有力氣。就當我感覺快要咽氣時，弟弟方明遠趕了過來。哥，給你半個燒餅。他今天拼了命也就搶到這麼一個燒餅，剩下那一半留給旁邊躺着的同樣虛的抬不起眼皮的爹，而他自己只喝了一碗摻土的稀粥充數。我接過燒餅往嘴裡塞，慢慢嚼着咽下去，可弟弟卻一直死死盯着我不放。他察覺我今天不太對勁，好像沒前幾天那麼一副等死的頹樣，但很快他眼神又沉了下去。有啥用呢？還不是當牛做馬的命，早晚大家都得死在這片河灘上。我才剛穿過來，哪懂他心裡那些繞來繞去的想法，只顧盯着前頭那截被堵死的河道出神。連日暴雨衝出泥石流，泥沙把七星河堵得嚴嚴實實。這條河又偏偏是皇帝南巡必走的道，眼看工期就要到了，河道卻還沒疏通半分。監工們急得像鍋裡翻的蚂蟻，為了給皇帝交差，弄個像樣的功勞，他們天天拎着鞭子催人趕進度，連我們這些人的命都不當回事。我盯着那段河道，眼神卻一點點亮了起來。只因我前世學的就是水利工程，我猛地攥住方明遠的手。我有法子，能把工期提前做完，带我去见监工。我能救你們出去。可誰想到弟弟一聽就嚇得變了臉，臉色刷得發白，連連搖頭拒絕。我還沒來得及反應，就見遠處有個老頭湊到監工跟前。大人，小的有法子能按時完工，您行行好，賞小的一頓飽飯。小的立馬把法子獻上。誰知监工聽完，反手就是一鞭子抽過去，打得老頭當場跪下哀求。那監工眼裡半點憐憫都沒有，一邊接一邊，直到老頭徹底沒了聲，魏鐵山這才把鞭子收起來，臨了還衝着老頭啐了一口：“老東西活膩了是吧？騙飯騙到老子頭上來了，也不打听打听我魏鐵山是什麼人。真有法子，你早幹什麼去了？現在才跳出来。”当我是傻子糊弄呢？我攥着弟弟的手，整個人都看呆了。剛才要是我一急開口，這會兒躺那兒的就是我了吧？我還在後怕，腿肚子都一陣陣抽筋，眼前卻猛地掠過一段說不出的怪畫面。畫面裡弟弟方明遠像發了瘋似的衝出去搶餅，可手還沒碰到餅，就被監工們當場打趴在地。而旁邊奄奄一息躺着的竟是我和爹。我抬手揉了揉眼，還以為自己餓到發昏，出了幻覺。可下一秒，視線裡竟彈出幾行大字：覺醒技能天命旋盤，只要與他人有肢體接觸，就能查看對方近期的命運走向，但代價是消耗自身壽元。當前消耗壽元3個月。我才把這些字看完，還沒來得及細想，一股虛脫感就猛地湧上來，我腳下發軟，差點一頭栽倒。3個月，這身子本就殘得像紙，再扣3個月，不就是雪上再壓一塊石頭？可不管怎樣，這至少是條能改命的路子。我強撐着抬頭，裝出胸有成竹的樣子，看向弟弟：“陪我去見監工。”弟弟當場急了：“哥，你疯了！剛才那老头怎麼死的？你忘了？”反正橫豎都是個死，不如賭一把，死馬當活醫，興許還能換條活路出來。弟弟盯着我看了好一會兒，最後還是狠狠一咬牙，跟着我走到魏鐵山面前。我朝他彎腰作揖開口：“大人，小的有事。”誰知話還沒落地，鞭子就已經破空抽了過來。幸好弟弟眼疾手快，猛地擋在我身前。魏鐵山冷笑一聲：“怎麼着？你也想學那老東西？有法子要現是吧？來說說看，說完老子賞你一頓鞭子。”管饱。魏鐵山的眼神像看死人似的，在我臉上來回掛。旁邊幾個監工也跟着起哄大笑，我後背一下子被冷汗浸透。可我心裡清楚，箭都搭弦了，哪還有回頭的道理？這時候慫了，就是必死無疑。我只能硬着頭皮，把腰彎得更低。大人，小的知道自己命賤，死了也就死了，不值當可惜。可我弟弟還小，我爹也快撐不住了。小的没別的能耐，幾年前曾跟仙人學過一點卜算的皮毛。臨死前想給大人算上一卦，只求卦象應驗後，大人能照看照看我家裡人。魏鐵山原本還以為我張口就要賞錢，沒想到我只求他在卦應之後幫着護住弟弟和爹一條命。於是他一句話不說，冷冷盯着我看了半天。弟弟站在一旁，心都快從嗓子眼裡蹦出來了，正要拽着我跪下賠罪，魏鐵山卻忽然開口：“行，怎麼個算法？得找個安靜點的地兒，讓小的碰一下大人的手腕。”魏鐵山也沒多想，隨手一揮，就把周圍歇着的義工都轟開了，連弟弟方明遠也被他揮手趕到一邊去。隨後魏鐵山把他那條粗壯的手腕伸了出來，我手指發抖，還是硬着頭皮搭了上去。時間一息一息往前挪，我臉上裝的跟沒事人一樣穩，其實心裡早慌成一團，就怕魏鐵山一個不耐煩把手猛地抽回去。那我和弟弟今天真就得交代在這河灘上。正當他不耐煩的開始動手指的時候，我眼前的景象忽然一轉，像被人扯進了別處。只見魏鐵山哼着小曲推開自家門，屋裡那位貌美的媳婦早備好一碗藥膳熱湯，還軟聲細語勸他喝幾口補補身子。可魏鐵山才喝了沒幾口，就猛地捂住肚子栽倒在地，四肢抽搐的像魚離了水，七竅都往外滲血。這時又有個男人從窗戶翻進來：“魏哥，你放心，你媳婦兒我替你照顧的妥妥的。”魏鐵山眼珠子都要瞪裂了，死死盯着他們，没多會兒就僵住不動了。那畫面一下子戛然而止，我忙把手鬆開，熟悉的眩暈感立刻又壓了上來，又是硬生生折了我3個月的壽元。魏鐵山把手腕抽回去：“算出啥了？”我卻只是憐憫地瞥了他一眼，回了一句讓他聽着雲裡霧裡的話：“大人切記，家裡頭的熱飲千萬別碰。”
說完，我就扶着發軟的腿，顫顫巍巍轉身走開。魏鐵山皺着眉，盯着我的背影，半天沒挪眼。他心裡壓根不信我這套神神叨叨，他都半個月沒歇過假了，哪來的什麼家裡熱飲這一說？可偏偏我那眼神像是在看死人，再加上那句沒頭沒尾的提醒，硬是讓他胸口堵得發悶，說不出的不舒服。弟弟見我好端端回来了，這才鬆了口气。他对我其實也沒抱多大指望，畢竟原主就是個長得還行的廢書生，平日裡屁本事沒有，這種要命的時候能頂個啥用？回到歇腳的地方後，爹一聽說我跑去招惹监工，當場劈頭蓋臉把我罵了一通。他骂着骂着，忽然牙一咬，做了个把我和弟弟都嚇一跳的決定。以後你倆別再把燒餅分給我了，我自己去領，領不到就餓死算了。爹，你別胡說八道，我不會丟下你的。咱們明明清清白白，都是讓那幫孫子給害的。可我話音才落，原主的記憶碎片竟在腦子裡一下子翻湧出來。原來方家本是這地方挺殷實的農戶，只因為爹在集市上撞見趙家少爺當街強搶民女，上前說了幾句裡就被對方記了仇。那趙家又攀着京城某位權貴，在清河縣向來一手遮天，說一不二的存在。沒出半個月，趙家就把縣衙上下打點的明明白白，硬是扣了個勾結水匪的帽子到方家頭上。一夜之間，家產被抄得乾乾淨淨，我們父子三人也就這麼成了徭役，拖來河灘當牲口使。這些回憶在腦子裡過了一遍，我暗暗攥緊拳頭，指節都發白。趙家的賬遲早得清算，可眼下最要緊的是先熬過今晚活下去。傻孩子，現在說這些頂個啥用？能活一個算一個吧。還沒到徹底絕望的時候，咱們不會餓死的，我會把你們帶出去的。另一頭，魏鐵山才踏進監工們歇着的棚區，就見幾個監工湊成一團正聊得起勁。就等你呢，魏哥，上頭正安排輪休呢。他腳步一頓，腦子裡卻莫名閃過我那句：大人切記，家裡頭的熱飲千萬別碰。縣令老爺體恤咱們催工辛苦，給每個人都排了一天輪休。棚裡一下子炸開了鍋，這幫人天天盯着河道幹活，眼珠子都快熬乾了，誰不想回城裡喘口氣，鬆快鬆快？可更讓魏鐵山發懵的還在後頭。老吳捧着名冊清了清嗓子，開始念：第一天休假的魏鐵山。後面老吳還說了什麼，魏鐵山壓根一個字都沒聽進去，耳朵裡嗡嗡作響，腦子裡只剩一個念頭翻來覆去。第一個，真的是我？這他娘的是巧合嗎？幾個人笑得一臉猥瑣，越說越起勁。魏鐵山半年前娶的媳婦柳玉娘，在這一帶可是出了名的白淨標緻，沒少把這群糙漢子酸得牙根發癢，背地裡念叨他都不知道念了多少回。魏鐵山勉強扯了個笑臉，悶頭回了屋，可一躺下就翻來覆去，怎麼都睡不着，心裡直犯嘀咕：不可能啊，那小子都虛得像條死狗了，怎麼可能提前知道縣老爺要輪休的事？可偏偏就這麼準，真他娘的邪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魏鐵山像腳底灌了鉛一樣沉着臉往家走。他剛推開門，果然就見柳玉娘端着一碗冒着熱氣的湯藥迎上來。郎君，這幾日勞累壞了，我特意熬了藥膳湯，快喝兩口，暖暖身子。大人，切記家裡頭的熱飲千萬別碰。魏鐵山接過藥碗，心裡一陣發涼一陣發緊，他裝作若無其事地吹了吹熱氣，趁柳玉娘轉身的功夫，他低頭吹氣時故意裝作被燙到嘴，手腕一歪，悄悄把碗清了清，幾滴湯藥順着碗沿滴到地上。屋裡那條土狗聞着味就撲過來，伸舌頭把地上的藥舔得乾乾淨淨。沒過多久，土狗就哆嗦着倒地抽搐起來。魏鐵山看得又驚又怒，眼底發紅，可他還是硬把火壓下去，繼續裝着喝藥的樣子，不露聲色。他手一鬆，藥碗哐的一聲摔在地上，整個人也跟着軟下去，痛苦的蜷倒在地，一直等魏鐵山徹底沒了動靜，柳玉娘這才笑眯眯的從裡頭走出來。緊接着就見一個男人翻窗鑽進屋，剛伸手想去摟柳玉娘的腰，哪想到躺地上的魏鐵山竟猛地抱起，一把掐住那男人的喉嚨。他盯着對方因恐懼而扭曲的臉，腦子裡卻猛然閃過我先前那種憐憫的眼神，而我這邊卻渾然不知這些。在河灘上早就快扛不住了，每天就靠半個哨兵撐着，這點玩意兒哪夠幹這種牛馬活的？不遠處監工張三眼神一沉，鞭子都掄起來了，要往我身上落。住手！可身後忽然傳來魏鐵山的吼聲，張三當場一愣，回過頭發懵：魏哥，你不是輪休回去了嗎？魏鐵山隨口糊弄了一句：這事兒回頭再跟你說。接下來他做的事更是把所有人都看傻了，他竟然彎下腰來，還恭恭敬敬地把我從地上扶起。先生，您沒事吧？我扶您去歇着。這話一出口，張三直接當場石化。誰不知道魏鐵山那暴脾氣是出了名的？他什麼時候對人這麼客氣過？魏鐵山壓根不搭理旁人的眼神，只小心翼翼攙着我，一路把我往他自己歇的那間小屋帶。沿途那些幹活的全都停了手，一個個眼珠子瞪得比銅鈴還大。爹和弟弟的表情更誇張，活像大白天見了鬼。走在前頭的我看着穩得很，其實袖子裡的手抖得厲害，因為我清楚這回賭對了。可下一瞬，更多信息猛地湧進我腦子裡。天命旋盤，測他人命圖，亦可改自身命數。每成功改變他人命運，即可從對方命數裡抽取生機，補回自身壽元。
甚至還能觸發額外獎勵。檢測到宿主成功改變目標魏鐵山死結，消耗壽元3個月，反饋壽元6個月，淨收益3個月壽元，當前剩餘壽元約11年03月。原來是這麼回事，我幫魏鐵山躲過這一劫，那折掉的3個月不但能補回來，還能倒賺一劫。這金手指根本不是消耗品，而是拿命去投的本錢，賭得越狠，賺得越多。進屋後，魏鐵山當即朝我作揖，我剛要擺手客氣2句，結果眼前一黑，差點從凳子上栽下去。魏鐵山趕緊上前扶住，這才一拍腦門，像是想起了什麼。他說完轉身就衝出屋，沒多會端回來一盤飯菜，那香氣直往鼻子裡鑽，饞得我胃都抽抽了。可我没敢立馬動筷子，看着魏鐵山搓着手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樣，我只能深吸一口气道：“大人，容我先垫垫肚子，飯後再为你起一卦。”魏鐵山眼睛一亮，连连點頭：“先生，趕緊先吃飯填飽肚子。”於是我拿起筷子小口扒拉着，因為餓得太久了，一次不能吃太多，否則非得撐壞不可。誰知這慢悠悠的模樣落，魏鐵山眼裡反倒成了高人風範，他瞅着我的眼神越發敬畏了。可不知為何，我卻沒有把飯菜吃完。大人，能否打包帶給父親和弟弟？可以，可以。魏鐵山不光找來油紙幫我包好，甚至還順手多塞了2個燒餅進去。忙活完這些，他才迫不及待把手腕伸過來。又得消耗壽元了。不過最終還是搭上了對方的手腕。觀察了一會後，並沒有看到魏鐵山最近有性命之憂，也沒什麼大機緣。然而我卻發現了一個意外之喜，這次竟然沒有消耗壽元，看來扣多少得看事大不大。我琢磨着開了口：“大人近日無甚大礙，就是記住了，少喝點酒，容易壞事。”本來以為能把魏鐵山給打發了，沒想到這家伙還不滿足，非得讓我看看他往後幾年運勢咋樣，能不能升個官啥的。我早就料到他會來這出，裝模作樣嘆了口氣道：“大人，實不相瞞，這洩露天機的事兒幹多了遭反噬，而我昨日為了窺見河道堵塞的解法，已經豁出去半條命了。眼下要是再起卦，估計當場就得七竅流血，暴斃而亡。不如大人帶我去見管事，我把這個法子獻上去，要是成了子功，少不了大人一份引薦之禮。”這話若換成其他徭役說出口，魏鐵山早就一鞭子抽過去了。但前頭那卦象實打實救了他一命。魏鐵山沉吟了幾秒鐘：“好，我們這就去。”不多時，魏鐵山就把我帶到管事跟前：“大人，我們有一計想獻給大人。”怎料管事的回答竟差點把魏鐵山嚇尿了。方法要是能成，自然有重賞。要是敢耍花招失敗了，你們倆一起死。本以為魏鐵山會退縮，沒想到他咬咬牙：“大人，小的願意替他擔保。”這反而讓馬管事詫異了起來，緊接着看向我：“是什麼辦法？”我當即向他說出了數水攻沙法，這是明代治理黃河的方法，保證漕運暢通數十年。通過收窄河道，提高流速，利用水力自然沖刷泥沙。聽着我的解釋，馬管事漸漸坐直了身子，開始追着我問各種細節。我心裡默默給前世的專業課老師磕了一下，還好當年沒逃課，這波應該穩了。然後我要了支筆，迅速畫了幾張圖紙，並告知所需的都是尋常物料，建成後當場就能看到水力沖刷效果。馬管事接過圖紙，翻來覆去看了半天，又揪着我反复盤問了各種細節，最後才揮手：“你們先回去等消息吧。”更是破天荒准我休息1天，而他則是匆匆去找县令。其實馬管事早就打定主意要把功勞獨吞，畢竟一個最求說的話傳出去誰信？就算有個監工作保，又能頂個屁用？可他哪知道，這看似天衣無縫的小算盤，將是他這輩子幹過最蠢的一件事。從馬管事那退出來後，我悄悄活動着手腕，還好當年被爺爺逼着練了10幾年書法，不然今天真得露餡。扭頭瞅見魏鐵山一臉擔憂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既然是洩露天機的事，老天爺心裡有數。”到了傍晚，父親剛收工回來，就湊過來問東問西。我笑着擺擺手，讓他放心，接着順手把打包的飯菜揭開，臘肉的香氣蹭一下就竄出來。這哪兒來的？監工大人賞了，我吃過了，你跟我弟快趁熱吃。可誰曾想，弟弟卻拒絕接受食物，反而警惕地掃視四周。只見不遠處，幾十雙餓得發綠的眼睛已經盯了過來，同時伴隨着瘋狂的吞咽聲。放心吃吧，監工大人就在那邊棚子裡看着。眾人順着我視線望去，果然見魏鐵山正端着碗站在棚口，那粗壯的身影隱隱傳來威懾，讓幾個想蘿蔔的人又縮了回去。父親手抖得厲害，撕下一小條臘肉，油脂的鹹香在嘴裡化開，他眼眶一下子就紅了。弟弟狠狠地咬了口燒餅，混着肉香嚼得滿嘴流油。這半個月來頭一回吃得這麼滿意，原本想犧牲自己的父親眼裡又有了光亮。弟弟咧嘴笑了：“哥，要是天天能這麼吃，我就不用總去搶吃的了。”他說的輕鬆，可我聽得心裡頭一酸。這半個月要不是弟弟豁出命去搶，我們仨早餓死了。所以我鄭重地看着弟弟：“往後不用搶了，有我呢。”與此同時，縣衙裡頭，馮縣令正盯着那份河道淤塞的急報惱人疼。皇上，南巡船隊20天後必須經過玉帶河，可這河道還得個把月才能疏通。他抬頭看向對面的女官：“裴大人，您是宮裡來的，此番提前南下打點，方方面面可得留神呢。”女官裴玉衡放下茶盏：“當務之急是加派人手，晝夜趕工。附近各縣的囚犯能調的全都調來了，再調就只能動平民了。如今春耕在至，強徵農夫恐怕會激起民變，這罪過更大。”剩下的話他沒往下說。河道不通，御駕受阻是掉腦袋的大罪，強徵民夫，激起民變，同樣是死路一條。馮縣令左右都是死，正薅頭髮薅得心煩意亂呢。下人跑進來稟報說馬管事來了。不見，這時候他不在河灘盯着，跑這兒來幹什麼？馬管事既然在一線督工，興許有要緊事，
听听也无妨。不多时，马管事风尘仆仆地滚进来了。冯县令刚要张嘴骂他擅离职守，就听他说有疏通河道的法子。冯县令蹭一下蹿起来，什么办法？快说！马管事把我的话原封不动导了出来，又掏出图纸摊开比划。冯县令一把抓过去，上面堤坝结構物料清单写得明明白白，条理清楚，字迹工整。冯县令立马朝外头喊：赶紧的，传刘将头和李公曹！不到半炷香功夫，两个老工匠满头汗跑进来。冯县令把图纸推过去，你们俩瞅瞅，这法子行不行？刘将头眯着眼端详半天，又跟李公曹嘀咕了几句，才小心翼翼開口：從圖紙上看，這法子合乎水理，興許真能成。馮縣令轉頭看向裴玉衡：裴大人，您看呢？誰知裴玉衡沒接話，反而盯着圖紙上的字出了神，修長的手指在上面輕輕劃了，半晌冒出一句沒頭沒尾的話：這字倒是挺好看。說完神色一收，又恢復成那副淡然的模樣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了，讓馬管事連夜動工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那1日的休假算是到期了，不得不又扛起鏟子去疏通河道。然而剛鏟了沒多久，就突然被監工叫停了。衙役們一個個懵逼的抬起頭，就見馬管事點頭哈腰，領着平縣令走來，裴玉衡跟在後面慢了半步，那窈窕的身段在一群裡若隱若現，惹得一群糙漢子眼珠子都直了。魏鐵山趁亂擠到我旁邊，飛快往我手裡塞了個油紙包。馬管事讓給他，叫你別多嘴。我卻似乎早有預料，只是點了點頭，平靜接過。魏鐵山張了張嘴，終究只是嘆了口氣。功勞被人搶了，還這麼穩得住，要是真成了，說不定還得被人滅口呢。此刻我只是冷冷望向馬管事，殊不知他已經一腳踩進我挖的坑裡了。開始吧，馬有德，你可千萬別讓本官失望。馬管事拍着胸脯打包票，然後轉身面向河灘。第一組人往下游300步挖導流流，第二組備好柳條石龍跟沙袋築2道堤壩，把河道給我收窄。馮縣令瞅着那些寒磣的材料，眉頭快凝成麻花了。裴大人，就這麼些東西，真能行嗎？行不行的，等會兒就知道了。馮縣令趁機往他纖細的腰上瞄了一眼，這才戀戀不捨收回目光。馬管事看着漸漸收緊的河面，眼前仿佛已經浮現出泥沙被沖走的畫面，升官的文書往懷裡揣，正美着呢。河道真給收窄到原來3成的時候，水流蹭一下竄得飛快，狠狠沖刷着下游堵死的河，渾濁的泥漿肉眼可見的散了。明遠，你看這法子真神了。弟弟也看得愣住了，唯獨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下一刻，意外突然發生了，水流在衝出狹窄段後，竟掏出一個越來越深的漩渦，兩側水流不足，大量泥沙開始在兩岸沉積。有老工匠見狀，突然驚呼：不對，水只衝中間，兩邊淋得更厲害了。馬管事的笑容僵在臉上，快繼續收窄河道，試圖加速水流，然而根本不管用，兩側的淤積竟越來越嚴重。這下馬有德徹底慌了，這就是你的辦法？回去一定再改進方法。你那圖紙上蓄水位置、堤壩斜度、泄水孔分布皆標注詳細，為何你現場施行卻如此慌亂？我也是初次建造，難免說謊。老實交代，幕後獻策之人是誰？再敢隱瞞，便是欺上瞞下，罪加一等。是姚毅、方允堂。很快我就被帶到馮縣令面前。這方法是你提出的嗎？是我。然而馮縣令卻突然話鋒一轉，方法不錯，但離成功還差得遠。本官現在很懷疑你這方法到底行不？肯定行。馮縣令審視了我片刻，正要揮手讓我去做，卻被我突然打斷。如果方法成功，大人能否免去小人一家3人的徭役？你這是在要挾本官嗎？小人不敢，只是此法若成，河道疏通之效可提3倍不止。以草民一家之命，換陛下船隊暢通無阻，應該是一筆值得的買賣。馮縣令沉默盯着我，就在我忐忑不安時，好，本官跟你賭，若你做到了，不僅免你家徭役，還賞你白銀50兩；若做不到，你連同你父你弟3人皆斬。話音落下，河灘上一片死寂。我抬眸與馮縣令對視，草民硬賭。我這一套操作看着跟馬管事沒啥兩樣，無非是跟着我的法子照辦。可我修的這東西，門道全在細節裡。那2道收窄的牆，不是簡單直愣愣的杵着，而是順着河道的坡度一點點調整角度，卡出一個最佳的喇叭口，就跟拿瓢舀水似的，直着舀和斜着舀使出來的技能一樣嗎？一旁的劉將頭原本渾濁的老眼蹭一下就亮。這架勢是要讓水自個兒鋪開衝嗎？魏鐵山皺眉看着，不太相信改個形狀就能翻天覆地。他悄悄望向堤壩上，只見馮縣令面色凝重，顯然也抱着懷疑態度。而裴玉衡同樣眉頭微蹙，他這次提前南下打點，可是皇上給的考驗。河道這點事要是辦砸了，好不容易掙來的前程可就懸了。在場所有人裡頭，也就我心裡最有底。這法子可是古代水利工程的經典案例。隨着我一聲喊，開閘！徭役們撬開擋水的木板，河水再次咆哮着衝出去，又通了人群裡，又是一片驚呼。有人盼着成，有人盼着不成。馬管事那張臉早就綠了。堵回去，給我堵回去！水流以恰到好處的角度沖刷河道，不僅沖走了中央，淤積兩側的泥沙也同樣被帶走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，這速度比剛才快了3倍不止。魏鐵山眼珠子都快瞪出來。這麼簡單的東西就搞定了？
脑袋总算保住了。裴玉衡扶着栏杆，身子不自觉往前探，那凹凸有致的曲线晃得人眼晕。我暗暗鬆了口氣，这回應該過關了吧？整了整衣领，走到冯县令跟前，躬身行禮。小人幸不辱命，本管说话算话，你们方家3人的徭役就免了，另外还赏你们家50两银子。马管事是躲在人群后头，该是我的功劳，一个罪囚竟然敢挖坑讓我跳，早晚要讓我好看。就在這時，裴玉衡也緩緩向我走來，那高高在上的成熟女人韻味反而更撩人心火，幾乎所有男人的目光都粘在她身上，就連妻妾成群的馮縣令，喉結也不由自主地滾動了一下。本以為裴玉衡也要給我賞賜，沒想到他卻問了一個奇怪的問題：那圖紙上的字是出自你手？是的。既如此，本官也送你一份大禮。裴玉衡說完，忽然轉身朝人群方向走去。就在眾人搞不懂他要幹什麼時，他竟突然抽出身旁護衛的刀，乾脆利落的一刺，刀尖從馬管事前胸沒入，接着毫無感情的拔出。裴大人，馬有德可是我的心腹，打狗也要看主人，你竟然說殺就殺！手生了，差點一刀刺不死。然後他看向我，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：記住了，斬草須除根，這就是我送你的大禮。說完，他才扭過頭看向馮縣令：馮大人，方才說什麼來着？本官剛處置了個欺上瞞下，差點誤了陛下南巡大事的蠢。馮縣令胸口劇烈起伏，可一想到這女人是宮裡出來的，惹不起只能憋着一口氣。本官覺得裴大人處置的神好。裴玉衡微微一笑，抬腳走人。我以為這事就算翻篇了，誰料他從我身邊經過。回去吃好點兒，把身子養養。過幾天，本官找你要樣東西。我盯着他遠去的背影，一臉懵逼，要東西就要東西，還非得先把身子養好。這話聽着怎麼怪怪的？不過我也沒工夫瞎琢磨，把數水攻殺法跟劉降頭交代清楚後，就帶着老爹和弟弟回了縣城，用那50兩賞銀租了個破落小院，先安頓下來。連着幾天吃飽睡足，身子骨總算慢慢緩過來了。人一閒下來，腦子就開始轉悠，往後咋活？穿到這個叫大錢的鬼地方也有些日子，一開始還想着憑肚子裡的現代知識撈點錢，混個小富家翁，舒舒服服過日子。可監工怕管事，管事怕縣令，一層壓一層，沒權沒勢的有錢人那就是塊肥肉，誰都想啃一口。要想站着做人，還得走科舉這條路。結果我剛跟老爹提了一嘴，他就給我兜頭潑了盆涼水。當年得罪了當地豪強，被人誣告勾結水匪，按大錢律法，3代之內別想科考。我聽完整個人都麻了，合着這是要把我定死在這，當個隨時讓人捏死的平頭老百姓。我握緊拳頭不甘心，既然自己能帶一家人免除徭役，就一定能洗刷這冤屈。況且我還有金手指天命旋盤。就在我思索如何翻案時，裴玉衡來了，身邊還帶着一位侍女，捧着紫檀木盒。我上前躬身行禮，可不知為何，他看到我後竟是微微一愣。沒想到一番梳洗捯饬之後，我這張臉居然還挺能打往那一站，絲毫不輸那些權貴公子。裴玉衡的眼神明顯柔和了不少。隨後他帶着侍女推門進來，這次過來是想向你求一幅字。話音剛落，侍女打開紫檀木盒，裡面整整齊齊擺着一套上好的文房四寶。還好不是我想的那些亂七八糟的事。請問大人是想寫什麼字？只要寫得好看就行。我腦子一轉，立馬明白過來。這位主壓根不懂書法，也不愛這個。這字明擺着是送人的，能讓他親自開口求字的，肯定是個大人物。敢問大人，這次可是要送人的，不知對方有什麼喜好？一旁的侍女忍不住翻白眼。一個罪囚出身的人，裴大人讓你寫字，那是抬舉你，還挑三揀四，問東問西。可裴玉衡卻聽出來，我是想投其所好，送給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，愛好書法，也喜歡教書於人。我不敢再多問，腦子裡開始飛快轉起來，用前世的什麼字體好呢？寫什麼內容合適呢？裴玉衡只在乎字好不好看，可他不知道，書法講究的是書意合一，意境得配上字才行。我腦子裡閃過無數名篇佳句，想到眼下正是春耕時節，又是送給教書育人的長者，得高雅還得含蓄。突然一首詩完美的蹦了出來，那侍女見我半天不動筆，以為我裝模作樣端架子，心裡鄙夷的不行。結果我提筆落下第一畫的時候，她眼珠子差點沒瞪出來。筆畫受硬，撇捺如刀。一首詩用一種他從沒見過的字體躍然紙上。好雨之時節，當春乃發生。隨風潛入夜，潤物細無聲。那侍女看不懂詩意，只覺得這次真好看，有種說不出的挺拔與清貴。裴玉衡目光落在紙上，眼神微亮，他立馬示意侍女小心捲起字符，放入木盒。這套筆墨就送你當做感謝。兩女剛離開不久，父親就從隔壁屋探頭出來。那位裴大人來做什麼？怎麼還帶了筆墨？來要一幅字。你的字怎會被裴大人看上？那為父的字豈不是被他奉若至寶？我笑了笑，沒解釋。他這些東西雖然價值不菲，但換了我一幅瘦金亭的杜甫詩，賺的可是他。另一邊，裴玉衡和侍女回了住處，桌案上攤着7、8幅搜羅來的作品。我不懂書法好壞，只盼着能有一幅讓蘇老看上，好替我在陛下跟前美言幾句，擺脫宮裡那不上不下的尷尬位置。大人費這麼大勁搜羅了這麼多，怎麼也能蒙着1、2幅吧？那可是3朝帝師，
雖然告老還鄉，見過的名家真跡多了去了，原想着投其所好，弄幾幅字，如今東西是找來了，心裡卻一點底都沒有。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，是死是活總得送過去，就看瞎貓能不能碰上死行子吧。他讓侍女一起幫着整理，按名气高低，最有把握的码在最上頭，名气小的往后排，到最後只剩下我那個名不見經傳的。這個要不要帶？瞅着這字就是順眼，有種說不出的風骨。可他是個剛脫了罪的徭役，字再好能好到哪兒去？最後還是一咬牙帶上，順手塞到了最底下。最上頭搁着翰林的，最底下壓着是那毫不起眼的瘦金体。能不能撞上大運，就看老天爺賞不賞飯了。另一邊的蘇府中，蘇老正和孙女蘇雲舒閒聊。爺爺，您看这束水攻沙之法，聽說七星河便是用此法疏通的，當真巧妙。更妙的是，聽聞提出此法的是個年輕徭役，就是可惜了。這種實幹之人多半出身草莽，怕是進不了朝堂。看來我家雲舒還是偏愛讀書的清俊後生。你年紀也不小了，終生大事該上上心了。爺爺，您可答應過我，若要談婚論嫁，對方才學須得勝過雲舒。誰知蘇老聽完苦笑搖頭，他這個孫女才氣太高，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尋常男子根本入不了他的眼。這幾年大前文風不行，有靈氣的詩詞好幾年沒見着一首。年輕一輩能跟你比肩的，怕是打着燈籠都找不着啊！就在這時，老管家在門外稟報：大人，裴玉衡地鐵求見。不見。我告老還鄉後，想借我帝師之名攀附陛下的人眾多，令我煩不勝煩。這位裴大人畢竟是奉旨辦差，不如見一見，聽他說什麼再打發不知。蘇老看在孫女面上，還是答應了。沒多會，裴玉衡捧着紫檀木盒進了書房，不料剛行完禮，蘇老就開門見山：裴大人，今日來府上是有什麼事？裴玉衡也不藏着掖着，滿懷期待的獻上第一幅字。難為你把周翰林的字找來了，只是他晚年手腕發力，這幅算不上他的好東西。裴玉衡心裡咯噔一下，應急出笑，趕緊掏出第二幅。誰知蘇老接下來一句話，直接讓他笑僵在臉上。這不是吳中才子王峰的字嗎？上月他親自帶着這幅上門，我都沒收，倒讓你給翻出來了。裴玉衡尷尬的恨不能鑽地縫，心裡那點指望差不多全滅了。接下來幾幅，蘇老點評的越來越敷衍，甚至有點不耐煩。正要端茶送客，老頭目光突然定住了。這次瘦得跟刀削似的，撇捺帶鈎，老夫居然從沒見過這路數。筆法雖說還嫩點兒，可這氣象分明是開宗立派的架勢，定是作者在創全新字體，故意撇開舊法，所以看着才有點生。裴玉衡直接懵了，最沒抱希望的居然被看上了。可更大的驚喜在後面。隨風潛入夜，潤物細無聲。爺爺，這是在讚頌您的教化之功呢，如同春風化雨，潤澤萬物，不着痕跡，卻意境全出。蘇老聽着孫女的解析，簡直說到了心窩裡好。好字，好詩，令管家將字裝裱起來，掛在這書房。隨後他看向有些發懵的裴玉衡：裴大人有心了，陛下南巡也快到了，老夫會提一提你此番迎駕的辛苦。裴玉衡喜出望外，連忙深深一禮，狂喜之餘，他心中對我也湧起了感激。想到那清俊的面容，心頭竟莫名激動了一下。這字出自哪位大家之手？裴玉衡神色一僵：回蘇老，不是什麼名家，是献術水攻沙法的那個方雲蘭寫的。什麼？居然是他！以為只會幹粗活的工匠，竟能寫出這般意境的詩，既懂修水利，又能寫着開宗立派的好字，這人到底什麼來頭？有機會一定去會會這個年輕人。隨後的幾日，方家的日子安定了下來。弟弟在碼頭找了份短工，每天有大量貨箱要搬運。那些貨箱落地聲清脆，估計都是陛下帶來的銀子呢。或許是一些金杯玉盏吧。大前如今灾民遍地，匪患肆虐，可統治者卻依然作風奢侈。不過這些都暫時與我無關，眼下我得抓緊調查方家冤案真相。然而由於地位低下，又是罪人身份，導致我處處碰壁。就在我一籌莫展之際，裴玉衡卻突然找到了我，笑着感謝我送的那幅字，對方十分喜愛。我雖早有所料，還是謙虛了幾句。但讓我驚喜的是，他為了報答我，竟給了我一份意想不到的謝禮，居然是方家當年被誣陷案的證據。我成了你的情，自然會還。宮裡有門路，能翻些舊案，費點周折，倒也辦得到。他說的輕描淡寫，可我知道這是沒那麼簡單。鄭重朝他道了謝，本以為這下能翻案了。翻案光有人情不夠，陛下船隊馬上就到。你要能在這節骨眼上讓他注意到，案子才有可能直達天聽。我聽完沒吱聲，正琢磨怎麼接近那位爺呢。裴玉衡突然湊近：你是個聰明人，也有本事，我在這小縣城裡可惜了。他離得近，那股淡淡的幽香往鼻子裡鑽，讓我有點恍惚。跟裴玉衡見完面回到家，發現好些日子沒露面的魏鐵山早候找了，非說要請我吃飯，報答當初救命之恩。我腦子一轉就明白過來，
這老小子是嘗到神算的甜头了，想跟我套近乎。我当即痛快答应了。他这人虽然粗鲁，但在当地也算地头蛇，消息灵通着呢。酒桌上，多亏先生那水攻沙的法子，现在河道基本通了，刚好整好上的船队。我以为他能歇2天，结果又给派去码头接驾。酒过3巡，先生，可否再给我算一卦？我想起上回算的没啥大事，也没扣多少寿元，就勉为其难把手搭他腕上。过了10息，眼前蹦出来的画面直接给我吓傻了。魏铁山死在接驾的码头上，四周全是喊杀声，画面一闪就没了。检測到目標魏鐵山近期命運必死之劫，死亡時間3日後，死亡方式捲入刺殺，被亂刀砍死，命數權重重大。本次窺探消耗壽元1年，當前剩餘壽元約10年零3個月。我心頭一沉，這次消耗的壽元竟遠超之前，但又轉念一想，這恰恰說明此事之重大。若我能改變這個死劫，不僅能救魏鐵山，還可能影響皇帝的安危，那反饋回來的壽元和獎勵必定更加豐厚。既然如此，我當然選擇一搏。魏鐵山被我那張慘白的臉嚇了一跳。先生，怎麼了？你先別去碼頭接駕，接駕的場前候着呢。再說有禁軍守着，能出啥事兒？我心裡嘆了口氣，命是他自己的。話說到這份上，也差不多。匆匆跟他道別，頭一個念頭就是往縣衙跑。誰知道馮縣令聽完我的話，臉都綠了。接駕這事是他親自督辦的，護衛部的跟鐵桶似的，哪來的危險？他當場把我轟了出去。別以為立了點功就想妖言惑眾。我只好轉頭去找裴玉衡。走在路上，突然想起一個細節，弟弟之前說碼頭卸貨時，箱子落地聲聽着脆。那哪是什麼皇家器品，分明是刀劍兵器。見到裴玉衡，一開始他也不信，可我一提碼頭上那些異樣，他臉色就變了。多年在官場摸爬滾打的經驗，讓他瞬間警覺。他沒問我怎麼知道的，直接喚來侍女，低聲吩咐了幾句，又掏出令牌交給心腹護衛。看他這雷厲風行的架勢，我心裡稍微踏實了點，可那股子忐忑還是壓不下去。接駕那天很快就到了，碼頭上旌旗招展，人頭攒動。馮縣令瞅着那些披肩執銳的護衛，這陣仗能出什麼事兒？結果皇帝剛在碼頭露臉，意外就出現了10幾個小販模樣的，猛地甩了肩上的貨，抄起淬了毒的弩弓就是射。幾乎同時維持秩序的護衛裡，也有幾個突然反水，砍向身邊的同袍，防線瞬間被撕開一道口子，現場亂成一鍋粥。馮縣令面如死灰，愣在原地。完了，真出事了！就在這節骨眼上，碼頭兩側突然殺出事先埋伏好的護衛，連龍船上也竄出提前藏好的高手，迎面攔住那些刺客。這些都是裴玉衡提前安排的，一場驚心動魄的刺殺，轉眼就給摁下去。皇帝臉黑得跟鍋底似的，當場問責馮縣令。馮縣令磕頭如搗蒜，汗如雨下，腦子裡閃過我那天的警告，悔得腸子都青了。而裴玉衡因為救駕有功，終於讓皇帝刮目相看，他心裡長舒一口氣，對我的感激簡直沒法說。本次窺探消耗壽元12個月，本次改命反饋壽元30個月。淨收賄2年壽元。果然風浪越大魚越貴，但更驚喜的還在後面。皇帝得知我技通水利又護駕有功，親自召見我。皇帝貼身太監尖着嗓子宣我入殿時，我點頭踏入金鑾殿。滿朝文武目光刺來，跪下行禮後，皇帝端詳我許久。你就是那個技通水利又能遇刺刺殺的方院元？回稟皇上，不過是僥倖罷了。話音剛落，趙家御史立刻跳出列班，妖言惑眾，以邪術亂正道之重罪。何為邪術？何謂正道？提起尚書與共篇記載的大禹治水，御史被我堵得啞口無言。黃河泛濫，該如何治？上游植樹固土，中游疏九河道，下游修棧瑤堤。遇洪水，則引水分流。滿朝譁然的官員目瞪口呆，說不出話。皇帝拍案起，眼中滿是欣賞之色，正要開口賞賜，趙家御史再次跳出來，逼我當場演示卜算之術，否則就是欺君。我心知這是個機會。陛下，罪臣請求觸碰一人。皇帝揮手指向身邊進士，讓我施法。我伸手搭上進士手腕，天命旋盤瞬間發動，消耗3個月壽元。眼前閃過驚人畫面，御膳房裡，一個太監往湯中傾倒白色粉末，那湯中刻着壽字，是皇帝柚子的餐具。我鬆開手，穩住身形，退回原位。可算出什麼了？今晚御膳房需仔細查驗。皇帝立刻派人去御膳房徹查。半個時辰後，禁軍統領匆匆進殿。啟稟皇上，抓獲一名下毒太監，目標是九皇子的晚膳，幕後主使直指趙家姻親。趙家御史瞬間臉色慘白，癱軟在地。朕的皇子是你救的，想要什麼賞賜？只求陛下明察，莫讓忠良蒙冤。這話暗指趙家誣陷方家之事。封方關蘭為7品承侍郎，留京後用。至於趙家，朕自會查辦。走出金鑾殿，天色已暗，裴玉衡果然還在宮門外等我。見我安然出來，他眼波流轉，多了幾分關切。今日在殿上，你的表現讓我刮目相看啊！我笑笑，心裡清楚，這只是開始。回到住處，剛坐下就有人送來書信，署名蘇雲舒，竟然是蘇老的孫女。他在信中誇我今日殿上表現，然後邀我他日一見。我收好信，知道又多了一條人脈。躺在床上，系統提示音響起，叮，
改變九皇子命運，消耗3個月壽元，反饋6個月，淨賺3個月。當前剩餘約11年半。這金手指果然是投資。朝堂上舌戰群儒靠的是前世積累，預判下毒靠的是系統幫忙，但真正讓我站穩腳跟的是那份從容。趙家這次折損羽翼，必然懷恨在心，而我留京後用，正是接近權力中心的機會。大前朝堂水深得很，但我不急。既然能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就能爬得更高。窗外月光如水，我沉沉睡去，夢裡没有河灘上的土粥，只有金鑾殿上那些驚愕的臉。但京城的日子并沒想象中順利，七品城侍郎只是個虛銜，吏部那邊遲遲不給我安排實缺，住在客棧裡，每天看着賬單發愁。魏鐵山找上門來時，我正啃着冷燒餅，他如今在京城做了小吏。趙家通過姻親關係卡住了你的後缺，還四處散布謠言，說你是江湖騙子。我笑笑，這都在意料之中。魏鐵山拍桌子，不能這麼忍着，我讓他帶我去碼頭走走散心。碼頭上搬運工揮汗如雨，扛着貨箱，我隨手搭上一個老搬運工的手腕。叮，天命旋盤啟動，消耗1年壽元。眼前閃過驚人畫面，3日後城門外，趙家打手埋伏着，等着我路過，要亂棍打死。畫面裡還有趙家管家親自指揮的身影。我鬆開手，穩住身形，心裡有了技巧。回到客棧，立刻去找裴玉衡。他聽完我的敘述，眼神一凝。為何你總能未卜先知？多讀了幾本書而已。他眼含深意，不再追問。信你，我會立刻安排護衛暗中跟隨你。3日後，我獨自走向城外，果然一群打手從林子裡衝出來，為首的就是趙家管家。動手！我後退一步，埋伏的護衛瞬間殺出，打手們措手不及，被反殺抓獲。趙家管家拼命掙扎，被按在地上。審訊在裴玉衡的安排下連夜進行，管家扛不住刑，全招了。趙家這些年勾結漕運官員，私吞治河銀兩，當年誣陷方家勾結水匪，正是因為父親撞見了他們運臧銀。我握緊拳頭，多年的冤案終於有了轉機。管家簽字畫押，被押入大牢。趙家得到消息，惱羞成怒，卻無可奈何，只能眼睜睜看着人證落網。回城後，裴玉衡約我在茶樓獨處，他盯着我看了許久。身上秘密太多，但我信你。我端起茶盞，心裡湧起暖意。回到客棧，桌上放着一個食盒，打開是精緻的點心，還有一張字條：潤物細無聲，君子當如是。落款是蘇雲舒。我笑着嘗了一塊，確實手藝不錯。系統提示音響起，叮，消耗1年壽元，預判伏擊，反饋3年壽元，淨賺2年。當前剩餘約13年半，首次主動布局成功，獎勵被動技能危機感知，關鍵時刻可自動預警。我躺在床上，心裡踏實了許多。趙家這次吃了啞巴虧，但肯定不會善罷甘休。管家人證在手，翻案指日可待。只是吏部那邊還卡着我的後缺，趙家背後到底站着誰？窗外月光朦朧，我閉上眼睛。裴玉衡的信任，蘇妹的好意，都是日後可用的人脈，而那個危機感知的被動技能，更是保命的底牌。趙家想踩死我，那我就讓他們看看誰才是最後的贏家。我連夜寫好狀紙，第2天一早交給裴玉衡遞進督察院。趙家得到消息，果然狗急跳牆，動用京城權貴關係四處施壓，甚至派人威脅裴玉衡別多管閒事。他冷着臉將書信摔在桌上。我是宮中女官，也知何為正義。轉身從袖中抽出另一疊信紙，那是趙家姻親寫給清河縣令的親筆信，信中清清楚楚寫着速辦方家，以絕後患。我接過信件，心裡湧起感激，有這封信，翻案就有7成把握。但督察院御史是趙家門生，壓着狀紙，遲遲不肯立案，眼看又要被拖下去。蘇老突然出面了，這位3朝帝師直接上書皇帝：若此等冤案不翻，朝廷威信何在？皇帝震怒，下旨徹查，不得拖延。公堂終於開審那天，我早早到場。趙家請來京城最善變的狀師。此案證據不足，不能僅憑趙家管家一面之詞就想翻案。我不慌不忙站起身，走到堂前。當年水匪供詞中是如何描述方家船只？有船1艘，長約3丈。方家世代務農，哪兒來的船？狀師愣住，支支吾吾說不出話。我轉身面向主審官，那艘船的真正主人是趙家商號，趙家私運漕糧被家父撞見，這才殺人滅口。說完，我呈上裴玉衡提供的書信，還有從趙家賬房先生處取得的證詞。趙家賬房先生親口承認，趙家當年確實用那艘船運過私貨。狀師臉色煞白，癱坐在椅子上。趙家族老們面面相覷，再無話可說。主審官當場宣判，方家冤案昭雪，趙家誣陷良民，私吞漕銀，罪責難逃。皇帝隨後下旨恢復方家名譽，3代之內准予科考為官。走出公堂，父親已經在外面等着，他拉着我的手，老淚縱橫，說不出話。弟弟方明遠蹦跳着，那以後是不是就能做官了？會的，都會有的。抬眼望去，裴玉衡遠遠站在街角，嘴角微揚，看着我輕輕點了點頭。另一側蘇雲舒也來了，站在樹下，兩女目光相遇，彼此點頭致意，卻都沒有上前打擾。我心裡湧起暖意，帶着父親弟弟回家。當晚備了香燭祭拜祖先，父親跪在牌位前，祖宗保佑，方家終於清白了。我磕頭上香，這只是開始，往後會讓方家更好。系統提示音響起，叮，改變家族命運，反饋壽元2年，當前剩餘約15年半，解鎖新功能命運線追溯，每月可查看目標人物過去關鍵事件1次。我躺在床上琢磨着新功能怎麼用。趙家雖然倒了，但背後還有靠山，吏部那邊至今還卡着我的後缺，這筆賬遲早要算出。窗外月光灑進來，我閉上眼睛，嘴角帶着笑。從河灘上的醉泥到今日翻案昭雪，這一步走得不容易，但往後還有更長的路。翻案後第3天，聖旨突然降到客棧。今破格任命方官蠻為漕運司主事，
正六品实职，掌管整条七星河的漕运。父親激動得直抹眼淚，弟弟蹦跳。太好了，哥當官了！我接過聖旨，心裡卻清楚這是塊燙手山芋。漕運司肥差多少人盯着，趙家雖倒，但根基未動。他們背後站着戶部侍郎孫紹雍。孫紹雍是當朝宰相嚴嵩年的門生，暗中操控漕運已有10餘年。上任第一天，我翻開賬本，眉頭緊皺，每年漕糧損耗高達30%，這數字太離譜。魏鐵山湊過來，這裡頭水深得很。走，帶我去碼頭看看。碼頭上船工、搬運工見我來了都躲着走。我拉住一個老船工，遞上酒碗，他喝了酒才敢開口說話，斷斷續續說了些漕運的貓膩。我趁他最伸手搭上他手腕。天命旋盤啟動，消耗2年壽元。眼前畫面閃過，讓我心頭一沉。孫紹雍和趙家合夥，用漕船加帶私鹽，每趟船7成裝漕，糧3成裝私鹽，那3成損耗就是用來填私鹽的窟窿。私鹽利潤全進了孫紹雍和趙家口袋。我鬆開手，穩住身形，心裡有了計較。回衙門後，我提出分段運輸輪班查驗的新制度，每段碼頭設卡逐船查驗進出。這一招直接切斷孫紹雍控制整條運輸鏈的便利。孫紹雍果然坐不住了。3日後，我在碼頭巡查時，突然心頭發緊，危機感知觸發，危險來自左側。我側身一躲，一根木棒擦着耳邊砸在地上，幾個蒙面漢子從暗處衝出來。魏鐵山衝上來護着我，被砍了一刀，我扶着他躲進貨站，心裡怒火中燒。魏鐵山，把衣服脫下，我穿你的，快！大人，你這是做什麼？將計就計，你穿我的衣服，從後門走。魏鐵山咬牙從後門離開，我穿着他衣服，故意露了個頭。那些蒙面人果然追了上來，我7拐8繞把他們引開，趁夜色潛入孫紹雍府邸後牆。丁，命運線追溯啟動，查看孫紹瑜過往。畫面顯示他書房有暗格，藏着一本賬冊。我翻窗而入，找到暗格，取出賬冊，裡面清清楚楚記着每次私鹽的數量和分賬，還有和趙家往來的每一筆。證據到手，我悄悄退出，消失在夜色裡。回到住處，裴玉衡已經等在門口，他臉色發白，見我回來才鬆了口氣，難得露出小女兒情態。總是這般冒險。我笑着握住他的手，有你在我捨不得死。他臉頰微紅，卻沒有抽回手。魏鐵山包紮好傷口走過來，那幫孫子真以為砍的是我。我拍拍他肩膀，這份情我記下。第二天桌上多了一個錦盒，打開是蘇雲舒送來的護身符，從爺爺那裡求來的，據說能避邪。我看着兩女的心意，心裡湧起暖意。丁，消耗2年壽元，窺探漕運黑幕，反饋4年壽元，淨賺2年壽元，當前剩餘約17年半，危機感知升級，可提前3息預判危險源方向。我翻開私鹽賬冊，嘴角勾起冷笑。孫紹雍這回看你怎麼逃，但眼下還不能急着出手。宰相嚴嵩年勢力太大，單憑一本賬纂扳不倒孫紹雍，得等一個合適的時機。窗外天色微亮，我合上賬冊，閉眼休息，心裡卻盤算着下一步怎麼走。私鹽賬本通過裴玉衡的手密呈皇帝。3日後聖旨下達，查辦孫紹雍，我鬆了口氣，以為這回穩了。但第二天，朝堂風向突變，宰相嚴嵩年親自出面保孫紹雍。臣以為證據不足，理應重新審查。更狠的是，他指使御史彈劾我。啟稟皇上，臣彈劾方月勞濫用職權，私自搜查朝廷命官府邸。朝堂上兩派激烈交鋒，吵得不可開交。皇帝雖想保我，但嚴嵩年勢力太大，滿朝文武過半是他門生。最終皇帝只能暫時擱置孫紹雍案，將我調離漕運司，改任閒職。聖旨下來那天，我站在衙門外，面無表情。魏鐵山氣得直跺腳：這他娘的不公啊！我拍拍他肩膀，轉身回客棧，關上房門。我坐在窗前，有證據有道理，卻扳不倒孫紹雍，因為嚴嵩年手裡有權，在絕對權力面前，證據和道理都蒼白。我必須獲得更大的權力，才能徹底扳倒這些人，才能為父親和弟弟撐起一片天。第二天，我去蘇府拜訪，打着請教水利的旗號，實則想見蘇老。蘇雲舒開的門，見我來了，眼睛一亮：“爺爺正好在書房。”蘇老見我來很是高興，拉着我談論前朝水利典籍。我趁機請教朝堂局勢。蘇老撫着鬍鬚，沉默良久。你可知嚴嵩年為何能獨霸朝堂20年？我搖頭。因為他揣摩透了聖心，而聖心所繫，無非江山社稷4字。我心頭一陣豁然開朗。蘇老點到為止，不再多說，起身去後院賞花了。蘇雲舒端茶進來，見我沉思，想什麼呢？我抬頭看着他，忽然有了主意。能不能常來借閱府中藏書？他臉頰微紅。隨時歡迎。此後，蘇雲舒頻繁出入我住處，以替爺爺送書為名，實則想多見見我。每次來，都帶幾本古籍坐下討論詩詞書畫。他驚訝發現我對前朝典故信手拈來，偶爾還能說出幾句讓他耳目一新的見解。這些從哪兒學的？夢裡有個老先生教的。又胡說。但我看得出他眼裡多了些什麼。裴玉衡那邊也察覺到不對。那日他來客棧，見我桌上擺着蘇雲舒送的書，沉默片刻，抬頭看着我：“你若喜歡蘇姑娘，我不會攔你。”我看着她這個在宮中冷豔的女子，此刻眼裡卻有些我從未見過的柔軟。我握住她的手：“你和蘇姑娘於我而言，都是生命中重要的人，我不想辜負任何一人。”她愣住盯着我看了許久，最終嘆口氣：“我早該知道，你這樣的人物，豈是我一人能獨佔的？”
說完，他轉身離開，背影有些落寞。我想追上去，卻不知該說什麼。當晚，我提筆寫下奏書，用前世現代水利工程技術，提出治理黃河泛濫之策。蓄水攻沙，固堤植樹，分洪減淤，一條條寫得清清楚楚。次日早朝，我呈上奏書，皇帝看完，龍顏大悅，拍案而起。好一個蓄水攻沙，好一個分洪減淤。方官蠻，這才是真正的治國之才。來人，傳旨，命方官蠻主持治黃工程，全權調度人手錢糧。嚴嵩年臉色鐵青，卻無法反駁。治黃是國家大事，他不敢攔。滿朝文武紛紛側目，那些先前彈劾我的御史們面面相覷。我跪地叩首領旨，心裡清楚，這一局我贏了。丁，觸發主線任務治黃工程，完成可獲得大量壽元獎勵，解鎖特殊稱號治水聖手，獲得新能力地脈感知，可感知地下水源和地質結構。我退出金鑾殿，天色已暗。裴玉衡站在宮門外等我，見我出來，他眼波流轉。我就知道你會有辦法，還得多謝你。他搖頭，不再提蘇雲舒的事。小心，嚴嵩年不會善罷甘休。我點點頭。治黃工程才是真正的戰場，那裡山高皇帝遠，嚴嵩年必定會下黑手。但我有地脈感知，有危機預警，還有前世10幾年的水利功底。誰笑到最後還不一定。回到住處，蘇雲舒的信已經送到，只有4個字：萬事小心。我收好信，躺在床上，窗外月光如水，心裡卻翻湧着無數念頭。治黃是塊硬骨頭，但啃下來就是滔天大功。到時候嚴嵩年也攔不住我升遷，孫紹雍那筆賬也該算了。圣旨下來的第3天，我帶着弟弟方明遠和魏鐵山出發，一路向西趕往黃河沿岸。此行是治黃工程的前期勘察，我身上擔着皇帝的重托，也壓着嚴嵩年那雙陰冷的眼睛。抵達黃河岸邊時，正是黃昏渾濁的河，水翻滾着向東奔流。我站在堤壩上運轉地脈，感知腳下土層結構清晰，映入腦海。很快找到最適合築壩的位置，那是河床最窄、基礎最穩固的地方。第2天，我召集當地工匠準備開工，但地方官員開始刁難，物料遲遲不到，石料木料全被扣在倉庫，工匠也被陸續調走，說是別處急用。魏鐵山氣得罵娘：“這是有人使萬子！”我冷笑，心裡清楚，這肯定是嚴嵩年的手筆。我只能親自寫信向周邊府縣借調物料。方明遠跟着我，每天跑前跑後，曬得黝黑。夜裡在帳篷裡，哥，這比在河灘上還累。我摸摸他頭，熬過去就好了。3日後，物料終於湊齊，工匠們也陸續回來開工。堤壩一天天垒起來，我心裡鬆了口氣。但危機感知突然跳了一下，我警覺起來，四處查看，卻沒發現異常，只能叮囑方明遠和魏鐵山夜裡警醒些。那晚我睡得很沉，連日勞累，終於撐不住。突然一陣轟隆聲將我驚醒，帳篷外有人驚呼：“洪水來了！”我衝出帳篷，只見滔天濁浪撲面而來，河水從尚未完工的堤壩缺口瘋狂湧入，營地瞬間被淹，帳篷木料人被沖得七零八落。我抓住一根木樁，明遠，魏鐵山！魏鐵山在不遠處抱着木料。大人，快走！我四處尋找，不見方明遠身影，突然看見他被浪頭捲起，往下游衝去。明遠！卻被洪水淹沒頭頂。我拼盡全力往下游去，一次次被浪頭打翻，又一次次浮起來。不知過了多久，終於抓住岸邊蘆葦，爬上岸時渾身發抖，嘴唇發紫，但顧不上休息，沿着河岸瘋狂奔跑尋找，一路跑一路喊：“明遠！明遠！”回應我的只有滔滔水聲。跑出30多里，天已經微亮，終於在河灘亂石間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，是方明遠。此時的他渾身濕透，臉色慘白，躺在那裡。我撲過去抱起他，手顫抖着探他鼻息，還有氣，但極其微弱。他渾身冰涼，嘴唇發青，身上多處傷口。我抱着他，第一次對系統發怒：“告訴我，他會不會死？”系統沉默片刻。丁，目標方明遠，當前生命垂危，需宿主觸碰才能窺探命運。我顫抖着握住弟弟的手，眼前畫面閃過，他被一個老郎中救起，但因傷勢過重，3日後離世。我雙目血紅，我要改命，告訴我怎麼改。丁，改变方明遠命運需消耗5年壽元，且需在12個時辰找到神醫秦鶴島。秦鶴敵是當代醫聖，雲遊四方，行蹤不定。消耗。抱起方明遠，瘋狂運轉地脈感知，系統指引着方向。我一路狂奔，翻過3座山頭，趟過2條河。次日黎明，在一處山坳裡看見裊裊炊煙，一間茅屋前，白髮老者正在曬草藥。我抱着方明遠衝過去，撲通跪在他面前：“求您救我弟弟！”老者回頭看我一眼，目光落在方明遠臉上：“你倒是有缘人。”我以跪拜之礼相求，額頭磕在地上。老者嘆口氣：“把人抱進屋裡吧。”施針用藥整整2個時辰，方明遠臉上終於有了血色。老者擦着汗：“你弟弟命大，再晚半個時辰，神仙也難救。”我跪地再拜，老淚縱橫。丁，消耗5年壽元改命就地，反饋10年壽元，淨賺5年。當前剩餘約22年半。解鎖新功能生命共享，可消耗自身壽元為他人續命，每月限用1次。抱着方明遠走出茅屋時，陽光正好，魏鐵山一瘸一拐找上來。我還以為你們兄弟都交代了。沒事了，沒事了。回到營地，一片狼藉，工匠們正在清理淤泥。我站在潰堤處仔細觀察，發現缺口處有人為破壞的痕跡，木樁被鋸斷，繩索被割開。這不是天災，是人禍。是哪個狗娘養的？還能有誰？嚴嵩年這是要我的命。當晚，裴玉衡突然出現在營地，他一身風塵，臉色蒼白，見我和方明遠都活着，第一次在人前失態，緊緊抱住我。嚇死我了！沒事，
没事。抬頭看見蘇雲舒也站在不遠處，他默默走過來，接過方明遠的藥罐，開始熬藥，一句話沒說。兩女默契分工，一個照顧方明遠，一個照顧我。裴玉衡幫我包紮手上傷口，蘇雲舒端着藥餵給方明遠。我看着他們忙碌的身影，心中湧起無限感動。此生無論如何都不能辜負這兩人。3日後，皇帝得知潰堤真相震怒，下旨嚴查嚴嵩年買通潑皮破壞堤壩之事。嚴嵩年雖然推得乾淨，但皇帝對他的信任已經動搖。我站在黃河岸邊，望着修復的堤壩。嚴嵩年這筆賬遲早要算，而且要連本帶利。半年時間，黃河大壩終於竣工，最後一車石料填進河龍口時，兩岸百姓爆發出震天歡呼。我站在堤壩上，看着馴服的河水。這半年日夜兼程，多少次險死還生，終於換來了今日的安嵐。沿岸百姓自發立起生祠，香火繚繞中，我聽見他們喊方青天。消息傳到京城，皇帝龍顏大悅，親自南下巡視黃河。站在大壩上，看着腳下溫順的河水，皇帝拍着我肩膀：好，好，好！傳旨，升方官兰為工部侍郎正三品，賜治水聖修金匾。我跪地叩首，餘光掃過隨行官員，嚴嵩年站在人群中，臉色鐵青。我知道他坐不住。回京路上，危機感知突然瘋狂預警。丁，前方發現埋伏，刺客不下30人。我當機立斷，改走水路繞道行。3日後平安抵達京城西門。那些刺客在官道等了整整5天，嚴嵩年這是要我的命。回京第2天早朝，我捧着奏書站在金鑾殿上，當眾呈上孫紹雍私鹽案的完整證據鏈，賬本書信、人證口供一應俱全，還有嚴嵩年這些年包庇門生的往來信件。嚴嵩年大怒，指使黨羽圍攻，說我誣陷朝廷命官，居心叵測。御史們紛紛跳出列班，唾沫橫飛。我不慌不忙，翻開大前律，逐條駁斥，句句在理，字字誅心。每一條律文都背得滾瓜爛熟，每一條證據都對得嚴絲合縫。那些御史被我駁得啞口無言。嚴嵩年臉色青白交加，渾身發抖。關鍵時刻，蘇老篪微微站了出來。這位三朝帝師聲音不大，卻字字千鈞。臣親眼見過嚴嵩年私改先帝遺詔，當年先帝本想立的是另一位皇子，但是嚴嵩年串通內侍，篡改了遺詔。滿朝譁然，皇帝臉色鐵青，徹查宰相嚴嵩年府邸。很快，禁軍從嚴嵩年書房暗格裡搜出先帝遺詔原件和篡改的證據，鐵證如山。嚴嵩年癱軟在地，曾經權傾朝野的宰相，此刻像一條死狗趴在地上。罷免嚴嵩年所有官職，打入天牢，擇日問斬。孫紹雍作為幫兇，抄家斬首，趙家滿門抄斬，一個不留。我站在朝堂上，看着那些曾經高高在上的權貴，一個個被摘去官帽，押出金鑾殿，心裡卻沒有想象中那般快意。眼前閃過當年在河灘上吃土粥的畫面，父親絕望的眼神，弟弟拼命搶燒餅的身影，還有那些死在河灘上的徭役們。皇帝走下龍椅，親自扶起我。方愛卿，朕有你如魚得水。我跪地叩首，心裡清楚，這一切終於結束了。走出金鑾殿，天色已暗，裴玉衡站在宮門外等我，他難得穿着便服，一身素雅衣裙，見我出來眼波流轉。今晚我下廚給你接風。我點點頭，跟着他走，到了他的住處，推開門，桌上擺着4菜1湯，熱氣騰騰。他繫着圍裙，在灶台前忙碌。那個冷豔的宮中女官不見了，只剩下一個等待心上人歸來的女子。我站在門口看了很久，心裡湧起從未有過的溫暖。門又被敲響，蘇雲舒提着一個小壇子進來，是我自己釀的梅花酒，給方大人接風洗塵。3人對坐，桌上燭光搖曳。方官母，你如今已是3品大員，該成家了。蘇雲舒低頭不語，臉頰泛着紅暈。我看着兩女，若你們願意，我方官蘭此生定不負卿。裴玉衡愣住，盯着我看了許久。蘇妹抬起頭，眼裡有淚光閃爍。兩女對視一眼，都沒說話，但眼神中的情意已經說明一切。那晚我們喝了很多酒梅花酒，入口清甜，後勁綿長。裴玉衡喝得臉頰绯紅，靠在我肩上。我等這天等了太久。蘇妹趴在桌上，醉眼朦朧，嘴裡嘟囔的什麼聽不清。我把他們一個一個扶進屋裡，自己坐在院中，看着滿天星斗。丁，主線任務治皇工程完成，獎勵壽元10年，當前剩餘約32年，特殊稱號治水聖侯，永久提升地脈感知範圍。支線任務扳倒嚴相完成，獎勵壽元8年，解鎖新能力天命干預，可消耗壽元輕微改變他人命運軌跡，每月限用1。我閉上眼睛，嘴角帶着笑。從河灘上的醉奴到今日的3品大員，從任人宰家到扳倒權相，這一步一步走得艱難，但終於走到了今天。想起父親和弟弟如今安穩度日，想起裴玉衡和蘇雲舒的情誼，心裡湧起從未有過的滿足。天邊泛起魚肚白，我起身活動筋骨。新的一天開始了。嚴嵩年倒台後，我接任戶部尚書，26歲成為大前最年輕的尚書，朝野震動，卻無人敢說半個不字。治皇之功擺在那裡，誰也抹殺不掉。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推行新政，改革漕運制度，堵住私鹽漏洞，新修各地水利，減輕百姓賦稅。短短半年，國庫充盈，糧倉堆滿，百姓稱頌方青天活菩薩。魏鐵山如今是我手下得力幹將，每日跑來跑去督辦各項事務。弟弟方明遠也長高了不少，在國子監讀書，先生說他是塊料。父親搬進大宅院，每日含飴弄孫，臉上笑容比過去幾十年都多。但朝堂之上暗流湧動，有御史開始彈劾我結黨營私，說戶部上下都是我的人。皇帝雖未處置，卻漸漸疏遠，召見的次數越來越少，奏折留中的時間越來越長。我敏銳察覺到危機逼近。皇帝身邊新來一個道士，自稱能卜算國運，通曉陰陽，每日陪着皇帝煉丹論道。那道士正是嚴嵩年餘孽，潛伏多時，就是為了
挑拨离间。我冷笑，心里有了計較。次日早朝，我主動上書，微臣請求外放地方，巡視天下，看看新政成效，體察民間疾苦。皇帝猶豫，眼神閃爍不定。方觀覽，這是以退為進，名為巡視，實為圖謀不軌。我當場跪地，臣願與道長比試卜算，若臣輸了，甘願辭官歸隱；若臣贏了，請陛下聽臣一言。皇帝來了興致，點頭應允。道士故作高深，掐指念念有詞。我走到皇帝近前，請求觸碰龍體。皇帝伸手，我指尖搭上他手腕。丁，天命旋盘啟動，消耗3個月壽元。眼前畫面閃過，御花園裡，3日後皇帝賞花時，刺客從假山後衝出，而刺客的臉赫然是那道士身邊的道童。我鬆開手，臉色平靜，轉身看向道士。3日後，御花園有刺客，刺客就是你身邊的道童。血口噴人！皇帝半信半疑，但暗中布置。3日後御花園裡，皇帝假意賞花，道童果然持匕首從假山後衝出，禁軍一擁而上，當場抓獲。審訊道童招供時，道士指使，道士是嚴嵩年餘孽潛伏報仇，皇帝震怒，當場誅殺道士。那日後，皇帝把我召進御書房。方愛卿，朕險些誤信小人，錯怪忠良。陛下聖明，臣萬死不辭。從今日起，你任內閣首輔，輔國元臣。我叩首領旨，心裡清楚，這一步終於走完了。回府路上，裴玉衡在馬車裡等我。嚇死我了！那幾日皇帝疏遠你，我夜夜睡不着。都過去了。回到府中，蘇雲舒迎出來，真擔心你出事。我一手拉着一個走進府門。傍晚，我做了一個決定。第2天早朝，微臣求陛下賜婚。皇帝哈哈大笑。方愛卿終於開口了，朕還以為你要打一輩子光棍。你旨賜婚方官郎與裴玉衡、蘇雲舒平妻之位，不分大小。滿朝文武紛紛道賀。大婚之日定在3日後。那3日府中張燈結綵，忙得腳不沾地。魏鐵山跑前跑後張羅酒席，弟弟方明遠搶着當伴郎，父親笑得合不攏嘴。大婚當日，京城萬人空巷，百姓們擠在街道兩旁爭相觀看。裴玉衡身着鳳冠霞帔從宮中出來，蘇雲舒同樣盛裝從蘇府啟程，2頂花轎同時抵達我府門前。我一手掀開一個轎簾，看着2個美嬌娘，心裡湧起無限感慨。拜堂時1拜天地，2拜高堂。夫妻對拜時，我左右各鞠一躬。滿堂賓客哄堂大笑。送入洞房時，已是掌燈時分。我先到東廂裴玉衡房中，紅燭搖曳，他坐在床邊，蓋頭低垂。我輕輕挑開蓋頭，他抬眸看我。終於等到了，往後餘生都是你的。喝了合卺酒，我去西廂那邊看看。去吧，別讓人等久了。來到西廂，蘇雲舒同樣端坐床邊，我挑開蓋頭，他眼裡含淚。我以為這輩子只能遠遠看着你。說什麼傻話？以後天天陪着你。喝了合卺酒，去吧，他在等你。我回到東廂，裴玉衡已經換了寢衣，燭光下他肌膚如玉，眼波如水。我坐到床邊，他靠近我懷裡。今晚你是我的，以後每晚都是你。窗外月光如水，窗內紅燭搖曳，那一夜說不盡的溫柔繾綣。半夜我悄悄起身去西廂，蘇雲舒還沒睡，聽見門響就坐起來。我鑽進他被窩，他嘤嚀一聲，伏在我胸口。我還以為你不來了。怎麼會？手心貼着他後背，他身子輕輕顫抖。那一夜東廂西廂來回幾趟，直到天邊泛起魚肚白，才沉沉睡去。醒來時左擁右抱，2個美人。裴玉衡枕着我右臂睡得正香，蘇雲舒縮在我左肩，呼吸均勻。我看着他們，從河灘上的醉牛到今日首輔，從孤身一人到嬌妻在懷，這一路走來值了。丁，主線任務成為第1全程完成，獎勵壽元20年，當前剩餘約45年。特殊道具天命丹可延長自身壽元10年。所有支線任務完成，系統即將進入休眠模式，保留已解锁功能，宿主可繼續使用。我看着系統面板，有了這金手指，不僅能護住自己和家人，還能為大千百姓做更多事。窗外陽光灑進來，裴玉衡醒了，揉着眼睛看我。蘇雲舒也醒了，貼着我胸口蹭蹭。起床吧，今日還要進宮謝恩。2女起身服侍我更衣，一個遞上衣袍，一個繫上腰帶。我左看看，右看看。這樣的日子真好。進宮謝恩時，方愛卿好好幹，朕的大錢就靠你了，臣萬死不辭。出宮時陽光正好，微風不燥。裴玉衡和蘇雲舒在宮門外等我，見我出來，迎上來，一左一右挽着我。京城百姓紛紛側目。那就是方首輔，年紀輕輕就位極人臣，還娶了2個美嬌娘，真是人生贏家。我笑笑，攬着2女上馬車，馬車緩緩駛向首輔府。蘇雲舒靠在我肩頭，餓了，一早沒吃東西，回府我給你們做。我握着他們的手，心裡暖意融融。曾經在河灘上吃土粥的日子，曾經在朝堂上九死一生的日子，都過去了。如今我是大前首輔，有嬌妻相伴，有權柄在手，還有金手指傍身，餘生還長，慢慢走。窗外街道兩旁百姓夾道歡呼，我掀開車簾，朝他們揮手。2女靠在我身邊，笑靥如花。